你们听说过富不过三代这句话吗？这不是随便说说的。根据瑞士宝盛银行2023年的研究报告显示，全球富豪家族财富传承的失败率高达 90%。 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根据美国财富管理专家罗伊·威廉姆斯的研究，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竟然只有40年。看看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富豪，恒大许家印从2021年的420亿美元身价到2024年暴跌 95%， 万达王健林从2015年的亚洲首富到现在身价缩水超过 80%。 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那些拥有上百亿资产的富豪转眼间就会一无所有？今天我要用7刀给大家剖析这个触目惊心的现象，看看那些富人家族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落的。第1刀，揭穿身边的吸血鬼。发财后最可怕的是什么？不是经济危机，不是投资失败，而是那些突然之间从四面八方冒出来的朋友。他们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，迅速地围了过来。记得那位在面馆遇到的老板跟我说，当时我真是瞎了眼了。那些以前连面都见不到的远房亲戚，突然就开始每天来公司找我，一口一个表哥长表哥短，说要跟我一起创业。他告诉我，最开始是一个初中同学找上门来，那个同学说有个稳赚不赔的生意，就差启动资金了。看着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满怀期待的眼神，他一时心软，投了500万。结果呢，钱打过去后，对方直接人间蒸发了。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更要命的是，这个消息不知怎么传开了。后来陆陆续续又冒出来7、8个朋友，各种投资计划、合作方案接踵而至。每个人来的时候都是笑脸相迎，说着什么相见就是缘分，难得我们这么投缘。你知道吗？他苦笑着说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一个道理，锦上添花的人很多，雪中送炭的人很少。那些天天围着我转的人，根本就不是因为我这个人，而是冲着我的钱来的。听到这里，我忍不住问他，那后来呢？他叹了口气说，后来我的钱都被这些人骗得差不多了。当我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，那些整天叫我老板、大哥的人，一个都联系不上了。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另一位朋友的经历。他发财后，最先找上门来的是自己的小舅子，说是要做房地产生意，就差一笔启动资金。他一念亲情，借了2000万给小舅子。结果小舅子拿着钱去买豪车，娶小三，现在连人都找不到了。通过这些案例，我发现最危险的吸血鬼通常有这些特征：突然热情的不正常，总是提到钱和生意，喜欢许下空头承诺，一有机会就打感情牌。那么如何才能识破这些人性陷阱呢？我给大家3个实用的建议。第一，看态度变化。如果一个人以前对你爱答不理，现在却异常热情，那一定要提高警惕。记住，真诚的关心是长期的，而不是突然的。第二，设立底线。即使是在亲近的人，在金钱往来上也要有明确的界限。借钱可以，但要有期限；投资可以，但要有合同。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心软就突破自己的原则。第三，留存证据。但凡涉及金钱的来往，一定要留下书面证据。不管对方是谁，该走的法律程序一个都不能少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，那干脆就谁都不接触，谁都不相信？当然不是。关键是要擦亮眼睛，认清对方的真实意图。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你有钱就突然改变态度，真正靠得住的亲戚不会动不动就伸手要钱。正当我们谈论外部威胁的时候，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隐患正在靠近。这个隐患不是来自别人，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。究竟是什么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第二刀，戳穿富人的致命心理。说完了外部的吸血鬼，
我们来看看更可怕的内在敌人。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富人最后会破产吗？因为他们得了一种病，这种病比外部的威胁还要命，我把它叫做富贵病。前2个月，我去参加一个商业论坛，遇到了一位老朋友张总。说起来，他的经历简直让人唏嘘。10年前，他白手起家创业，辛辛苦苦打拼，终于做出了一番事业，资产过亿。但是发财之后，他整个人都变了。你们猜他做了什么？一次性买了5辆豪车，其中1辆限量版的跑车竟然高达2000多万。但最夸张的是，这些车他基本都不开，就放在车库里收藏。家里的装修更是令人瞠目结舌，光一个客厅的吊灯就花了100多万。那时候我简直魔怔了。张总现在回想起来直摇头，看见什么贵就买什么，根本不过脑子。一块手表几百万，一个包几十万，仿佛不这么做就配不上自己的身份。结果怎么样？3年时间，10几亿的资产就花掉了大半。更要命的是，因为把精力都放在享受上，公司经营也出了问题。到最后，不光积蓄没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这种情况我见得太多了。前几天我又遇到一个类似的案例，有个年轻的老板做外贸生意发了财，突然有钱后，整个人飘了起来，动不动就包下整个高档餐厅请客，每次都要点最贵的酒。为什么？就是为了显示自己有钱有面子。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吗？有一次他在酒局上听说某个古董很值钱，立马花了3000万拍下来，结果后来一鉴定是个赝品，但他连追责都不好意思，怕别人笑话他不懂行还装大款。富贵病最可怕的地方在于，得病的人自己往往意识不到，他们会觉得我的钱是自己赚的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说得对。但问题是，财富就像一条河流，如果只知道往外流，不知道积蓄和增值，迟早有流干的一天。那么到底怎么判断自己是否得了富贵病呢？我总结了几个最明显的征兆。首先是钱不是问题综合症，表现就是看什么都说买，完全不考虑性价比。去餐厅一定要点最贵的菜，买东西一定要买最贵的牌子。殊不知，真正的富人往往最会精打细算。其次是虚荣心膨胀症，非要住最高的楼，开最贵的车，戴最贵的表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钱似的。但你们注意过吗？很多真正的富豪都很低调，他们更注重实际价值，而不是表面光鲜。还有一种是身份焦虑症，突然有钱后，觉得自己格调要高，非要跟着那些所谓的上流人士一起玩。明明对艺术一窍不通，却要花大价钱收藏；明明对红酒没研究，却要装懂行。结果不仅浪费钱，还常常被人当冤大头。最要命的是上帝视角症，觉得有钱就了不起，看不起普通人，对员工呼来喝去，对家人也是颐指气使，却不知道财富的积累需要的是谦逊，而不是傲慢。那么怎么避免陷入这些心理陷阱呢？我认为要避免这些陷阱，关键是要牢记以下几点。第一，保持创业时的心态，记住你是怎么赚到第一桶金的，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不能丢。你看看那些基业长青的企业家，哪个不是保持着最初的那份谨慎？第二，找个清醒的朋友，最好是那种敢对你说真话，在你犯糊涂的时候敢泼你冷水的人。我认识的一位企业家就经常说，我最感谢的就是我老婆，每次我想乱花钱的时候，
他都会把我骂醒。第三，定期反思，每个月给自己做个财务体检，看看钱都花在哪里了。如果发现不必要的开支太多，就要及时刹车。这就像是给自己装个发烧计，能够及时发现问题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。知道为什么很多暴发户最后都会破产吗？因为他们只学会了富人的花钱方式，却没学到富人的赚钱和守钱智慧。第三刀，击破奢靡的陷阱。朋友们，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一刀可能会刺痛很多人，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有钱了到底该不该享受？前段时间我在一个高档小区遇到一位让我印象深刻的富豪，他开着一辆普通的日系车，穿着很简单，但他的资产超过20亿。知道他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的财富增长吗？我这辈子最痛恨2个字：浪费。他说这话是特别认真，很多人觉得我抠门，但我觉得花钱要讲究性价比。再贵的东西只要值得我就买，再便宜的东西要是浪费，我1分钱都不花。这让我想起了去年认识的另一位老板。他发财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栋8000万的豪宅，但最后只住了不到3个月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房子太大，请保姆打扫都要好几个，光是每月的物业费就要10几万。最后实在是觉得太浪费，又卖掉了，结果还亏了不少钱。这就是很多人容易犯的错误：盲目攀比，毫无节制的消费。他们觉得这叫享受生活，但其实是在透支未来。要知道，真正的享受不是花多少钱，而是能让生活质量真正提升。比如说，花100万买一块手表和花100万提升自己的能力，哪个更值得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我认为，判断一笔消费是否值得，可以问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这件东西买来真的会经常用吗？第二，它能给我带来实际的价值，还是纯粹为了面子？第三，这笔钱如果用在其他地方，会不会产生更大的收益？举个例子，我认识一位做服装生意的老板，一年能赚几千万，但他从不盲目消费，反而把大部分钱都投入到工厂自动化改造上。结果呢，不仅生产效率提高了，产品质量也更好了，公司的利润反而翻了1倍。第四刀，揭开理财的真相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问，那到底该怎么用钱？存银行吧，利息太低；炒股吧，风险太大；买房吧，又怕踩在高点。这确实是个难题。前几天，我问过一位金融界的老朋友这个问题，他说了一句让我醍醐灌顶的话：很多人之所以理财失败，是因为他们急于找到一本万利的项目，却忘了最基本的原则：钱生钱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例子。有个朋友小陈做生意发了财，一下子有了几千万存款，他就想着要赚快钱，听说某个投资项目回报率特别高，二话不说就投了2000万进去。结果呢，那个项目是个庞氏骗局，钱打水漂了。反观另一位朋友老王，他的理财方式就稳健得多。他把资金分成了几个部分，30%用于稳健理财，比如国债、大额存单；40%投资自己的主业；20%用于价值投资，比如优质股票、基金；10%留作应急备用。10年下来，他的资产不声不响地翻了3倍。虽然不像有些人短期暴富，但胜在稳定安全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，真正的理财高手往往最注重投资自己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比如说，我认识一位企业家，每年都会拿出至少100万用于学习，参加各种高端论坛，请最好的老师来指导，学习新的管理方法和商业模式。表面上看是在花钱，实际上这些知识给他带来的回报远远超过投资。记住，再好的投资都有风险，
但投资自己永远不会亏，因为知识和能力才是最保值的财富。那么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该如何开始理财呢？我的建议是，首先要建立风险意识，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，也不要被高回报冲昏头脑。记住一个铁律，收益和风险永远成正比。其次要量力而行，理财不是赌博，不要想着一夜暴富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制定合理的收益预期。与其追求高风险高收益，不如追求稳定持续的复合增长。第5刀，戳穿富二代现象的本质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不得不谈一个令人心痛的话题：富二代。为什么这么多白手起家的富豪，到了下一代就会败光家产？这个问题困扰了太多人。最近我认识了一位富二代，他的经历让我深受触动。他父亲是做房地产起家的，身价几个亿。从小他就在蜜罐里长大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16岁就开上了100万豪车，20岁就环游世界。但你们猜怎么着？他父亲去世后短短3年，他就把偌大的家业败光了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了句让我心酸的话：我从来没想过钱会花完，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赚钱有多难。这不是个例。我调查过很多富二代败家的案例，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：不知道钱的真正价值。有个做投资的朋友给我讲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：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自己种过地，就永远不会珍惜粮食的来之不易。同样，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自己赚过钱，就永远不会懂得财富的真正价值。那么，要怎么避免孩子变成败家子呢？我在研究了大量案例后，发现那些能够传承家业的富人家庭都有几个共同特点。首先，他们会让孩子从基层做起。我认识一位做制造业的企业家，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必须从车间工人干起，1个月工资才3000块，住员工宿舍，吃员工食堂。很多人说他虐待儿子，但他说，不吃过苦，怎么知道赚钱难？不从基层做起，怎么了解企业运作？其次，他们会给孩子有限的经济支持。记得有位企业家跟我说过，我给孩子的零花钱从来不超过普通家庭，如果他想要更多，就必须自己去赚，这样他才会懂得金钱的分量。第3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他们会重视品德教育。你们发现没有，那些真正能守住财富的家族都特别注重家风建设。他们知道金钱只是工具，品德才是根本。但现实中，很多富人恰恰做反了。他们觉得自己吃过苦，不想让孩子再吃苦，自己没念过好学校，就拼命砸钱让孩子上贵族学校，自己当年穷过，就对孩子百依百顺。结果呢，孩子从小就养成了好逸恶劳、挥霍无度的习惯。等他们长大后，面对偌大的家业，根本不知道如何经营，只会挥霍。更可怕的是，有些富二代不仅不知道守财，还养成了目中无人的性格。他们觉得有钱就了不起，经常做出一些令人不齿的事情。这样的人，就算继承了再多财富，最后也会败光。那么，该如何教育下一代呢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明白3个道理。第1，财富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，而是一份责任。继承家业不是为了享受，而是为了传承和发展。第2，金钱的价值不在于数字的大小，而在于创造的价值。有个企业家就特别棒，他经常带着孩子去看公司的工厂，让孩子知道每1分钱背后都是员工的辛勤付出。第3，真正的富有不是口袋里有多少钱，而是你能为这个社会创造多少价值。这一点特别重要，它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和未来的发展高度。第6刀，揭示人性的弱点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：人性。为什么有钱后人会变得那么奇怪？
为什么原本的亲情友情会变质？一位心理学家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：金钱就像一面照妖镜，它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本质，只是把人性中隐藏的东西放大了。这话说得太对了，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。有个企业家跟我说过他的经历。发财前，他的生活圈子很简单，邻里关系也很融洽。但自从他做生意发达后，整个人际关系就变得特别复杂。以前街坊邻居见面打个招呼就走，现在却总想拉着他谈生意。以前的老同学聚会是叙旧，现在却变成了推销大会。就连过年走亲戚都变成了一场场利益的博弈。最讽刺的是，他苦笑着说，以前我最信任的人，现在反而最让我提防，因为他们太了解我，知道怎么打感情牌。那么面对人性的弱点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我想分享3点建议。第一，保持清醒，不要因为一时的成功就忘乎所以，要时刻提醒自己，今天的富贵可能是暂时的，只有内心的富足才是永恒的。第二，建立规则，不管是对家人还是朋友，在金钱往来上都要有明确的界限。这不是不近人情，而是为了维护长远的感情。第三，学会放下，有些东西你越是紧紧抓住，反而越容易失去。与其患得患失，不如学会适度放手。第7刀，破解财富的终极密码。说了这么多，大家可能会问，那到底要怎样才能守住财富呢？今天的最后一刀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终极秘密。记得上个月，我在一次企业家聚会上，遇到一位已经80多岁的老企业家。他的家族企业已经传承了3代，至今仍在不断发展壮大。当我请教他成功的秘诀时，他说了一段让我终生难忘的话：守住财富的关键不在于钱本身，而在于守住心。老人家说这话时神情特别认真。很多人以为守财就是守住钱，但实际上最难守的是欲望，是定力，是初心。这一番话让我茅塞顿开。你看那些能够基业长青的家族，哪个不是靠着几代人的坚守，不是靠着高深的理财技巧，不是靠着过人的商业头脑，而是靠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和清醒。我给大家总结几点最关键的守财之道。首先，要守住内心的定力。钱再多，也要保持朴素的本色。该花的要花，但一定要问问自己，这钱花的值不值得。其次，要守住事业的初心。很多人发财后就忘了自己是怎么起家的，开始追求所谓的多元化发展。结果呢，样样都想做，样样都做不精，最后主业都给丢了。再次，要守住家族的根基。这个根基不是钱，而是家风、家教。我见过太多富豪，自己再有钱，到了下一代还是会败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只顾着赚钱，却忘了传承更重要的东西。最后，要守住向上的力量。真正的财富不是你拥有多少，而是你能用这些财富创造多少价值，帮助多少人。那些能够基业长青的企业，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不仅仅追求利润，更注重社会价值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。财富就像是一棵大树，你不能只顾着摘果子，还要注意浇水施肥，要让根系不断扎得更深。只有这样，这棵树才能枝繁叶茂，生生不息。所以，如果你问我守住财富的终极密码是什么，我会说，不是把钱看得太重，而是把钱用在正确的地方；不是一味的积累，而是懂得取舍；不是独善其身，而是创造更大的价值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请别忘了点赞和分享。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和经历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